在晚清民国初年，那时候有一个叫张义敬的，张义敬也是一个很有名的，在当时的是传道人，他写了很多文章，他文笔非常好的。张义敬给有一些传道人起了一个名字，叫白米传道人。大家知道什么叫白米传道人吗？因为那时候中国很穷，有的人吃不到饱饭的，吃不到白米，就吃一些粗粮。但是呢，海外来的宣教士，他们一般的都有资金的，比如英国、美国，他们都带着钱来的。他们宣教，然后呢带人归主，还办了一些学堂啊、一些医院的这些事情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就看到，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宣教士有钱呢，我如果也跟他们一起宣教，也做传道人，那不就有白米饭吃了吗？所以呢，他们成为传道人的目的，不是真正的福音传福音，他们就为了能够吃到白米饭。所以呢，给他们起个名字叫白米饭传道人。当时真的不少的，有的，因为不经过试验呢，不知道，一经过试验就出现了。我们如果了解中国这个基督教历史的话，当遇到逼迫的时候呢，那些白米饭传道人就跑了，有的甚至就叛教了。那我想讲一个人物，也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叫吴耀宗。这个人物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我如果说他的接班人或者说他的学生的话，可能更多人会知道，叫丁光训。他们呢都是中国的这个一脉相承的自由派神学家，也是中国三自教会的领袖，是地位非常高的这个官员。丁光训这个名字呢，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经常在收音机里边听到，因为他是每年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呢，他都是一个人大副委员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原来是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主席，是三自爱国运动会的负责人，享受非常高的待遇，是门口有一个班的卫兵给把守的，享受很高的国家的保障的。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两位呢？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基督教的这个发展非常大的一个作用，就是把中国的很多的信徒带进了自由派神学，离开了圣经，离开了福音真理。那当今社会所谓的正宗的归正神学的教会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是吧？2年前，就我们现在做的长老会已经接纳了同性恋。在10多年前 ，United Church 就是联合教会也接纳了同性恋，走了相同的程序。那将来还会有更多更大的宗派都会走这条路。所以说，主耶稣讲了，在末后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离弃真道的。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这条窄路是越走越窄，越走越窄，这上面的人是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耶稣也说了，世界会恨恶你们，因为恨恶我们之前已经恨恶主耶稣了。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在黑暗当中的，我们能不能坚持行在光中，能不能真的持守真理？将来可能过几年，我们加拿大、美国原来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能会成为逼迫基督教的国家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有多少人还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愿意来到教会？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。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将来面对逼迫？前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，就因为讲到了男女性别的问题，就被学校开除。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弟兄姊妹，不是耸人听闻的。我们如何来看待世界，看待我们所信仰的福音真理？我们如何能够持守住我们所信的信仰？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，我们要面对的。求神给我们智慧、力量，让我们一起来神面前祷告。